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在上期节目我讲到华尔街的大佬，全球最著名的一位投资人达里奥，他首次的表达出对中国经济的极其负面的看法。这件事情之后呢，又有一个亲中的人突然反水了，这个人就是刘梦熊。刘梦熊是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个商人，他甚至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对习近平的政策大加鞭笞。刘梦熊何许人也？他的出身和黎智英非常相似，都是年轻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然后白手起家，打出了一片天下。刘梦熊在香港从事金融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跟中央的领导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他是非常活跃的，积极的表态爱党爱国反对港独，反对台独，支持最亲中的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支持洪秀柱台湾的深蓝竞选台湾的总统。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突然政治不正确了。其实在他跟梁振英后来因为一些事情闹翻之后，他就开始逐渐的转变态度了，开始对中国政府越来越有微词，一直积累到今天，终于来了一个总爆发，发表了这篇评论文章，可以看作是他的一张大字报，直接打向习近平，打向今天的党中央司令部。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他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代表了曾经在改革开放时代政商关系密切的这些既得利益他们的心声。我们看文章中一开始就讲到今天中国的困境，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做了这么多节目所展示出的一个画面，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口进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保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一口气说了8个潮。投资、出口、消费3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然后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7月份最新的数字说，不是疲弱下挫，就是远逊预期，明显呈现通缩特征，通缩就是经济衰退。然后说第二季度的外资投资额只有区区49亿美元，同比下跌 87%， 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还说中国恒大、碧桂园2大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行业崩溃，累积相连产业陷入危机，以至于连美国总统拜登都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定时炸弹。他还上来罗列数据，展示出现在的一个真相。然后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中国坊间流传段子说经济3大引擎现在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和新华社了，挽救经济的工具箱里只剩喇叭，就是靠吹。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宣传跟现实差距太大，完全是南辕北辙。那么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一句话，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接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全面的解释。他说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的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78年5月，胡耀邦推动10件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大批老干部，为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摘帽子，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在这基础上，1978年底，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推动下，大陆政府11届3中全会果断终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之后，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制，包产到户，开放沿海城市，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市场，大量吸收劳动力，到海外招商引资。港澳台、美欧日的企业不仅带进资金、先进科学技术、成套设备，而且引进市场经济、法治、知识产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观念。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搭上经济全球化快车，在国际分工当中成为世界工厂，积累了世界最丰厚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他讲了一下历史，过去是被政治束缚，
后来终于解放了啊，经济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又回去了，又重新的被政治所束缚。因为他文章非常长，我也没办法从头到尾给大家读一遍。那后面我就是总结一下，他讲了几点，一个是说中美友好实际上是过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而这个动力现在在逐步的消失。他提到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国进民退，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跟13大报告完全违背。而且他说，甚至私营企业已经开始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的公私合营。而且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私企职工共管共享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然后他说，在政策上面，地方政府还视私有企业为韭菜，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已经发展到了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他说，对私有企业的罚款没收成为政府创收的手段之一。他其中提到了河北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孙大武，他说，大武集团巨额资产被贱价拍走，巧取豪夺，令人心寒。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孙大武被抓，整个企业被一锅端，这难道其他的私营企业主没有看到吗？他们看到之后难道不心惊胆战吗？对吧？他们还对这个地方继续的做生意，继续的发展自己的产业会有信心吗？这也是之前我讲过的，刘梦熊现在就讲出了很多私有企业家的心声。后来又讲到最近发生的移民公司被要求交出移民档案，他说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令这些私营企业家开始哀嚎，说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而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好，点出了共产党统治下的真相。所以他说，投资信心尽失，润益顿生，大家都开始想润了。然后官方呢，现在又打击移民公司，甚至连润都不让你们润了，限制你们资金逃走。然后他又不点名的提到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说现在宣扬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还有定于一尊，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后邓小平时代所形成的机器领导的格局无疾而终，干部群众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谈官相庆。相反，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画敏感词汇、乱定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暗码齐音，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损失惨重。然后后面提到了所谓的这个疫情时期的严格的管控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任意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产停业，企业的生产流通运营惨遭腰斩，居民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乃至居住权、财产权被肆意践踏，造成的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供应链遭到重创，这是中国继大跃进和文革浩劫之后的第3次大折腾，经济损失惨重，公民权利受到破坏，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后患无穷。然后说最近河北的水灾，说这是3分天灾7分人祸。那么谈到国际关系，他就讲到现在的战狼外交。过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利颇丰，但是现在呢，开始厉害了我的国，开始自嗨，开始狂言，说要超越美国，甚至说双赢就是中国赢2次。他说中国坚决地站在侵略者俄罗斯这一边，中俄友好无象限，合作无禁区，还叫嚣俄罗斯这是特别军事行动，甚至还反对欧美国家支援被侵略的乌克兰。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一带一路大撒币的结果只是糟蹋了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并没有换来真正的盟友。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而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急盛而衰，正是由于大陆政府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他现在把他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开始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必然导致共产党的灭亡，共产党失去天下，所以他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你不这么做，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越来越差，这些像刘梦熊这样的做生意的人，他们就会遭受重创。最后他这段话讲得非常好，我还是要跟大家读一下。他说，企图回到改革开放前那套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求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这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令外商惊语危邦不入，则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将火烧连营700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大塌方，反令共产党政权安全地动山摇的原因。其实这也是我讲过的，他现在的开倒车是为了保住政权，而这种开倒车产生出的蝴蝶效应和他的闭关锁国，与欧美为敌，最终还是会导致他的崩塌。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差别，是现在崩塌还是未来崩塌，是现在的逐步崩塌还是未来的大崩塌，其实这是有差别的。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当然希望能够拖延崩塌的时间，能活一天是一天，对吧？所以他想办法保住政权。我管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但是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对于人民来讲，当然是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现在就开始进行一步一步的司法改革、民主改革，对吧？也可能导致共产党的垮台，但是现在的垮台总比未来它这个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体制僵化到一定程度再倒台所造成的损失，至少比未来要小得多。至少现在如果这么做的话，还是可控的。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这就是这个党的利益和这个国家人民利益之间的冲突。那么共产党选择了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刘梦熊引用温家宝的一段话，说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边，温家宝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也有可能重演。这句话不是我们随便人说的，而是中国总理说的话。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什么样的信息，对吧？这我们是不能比的。但是他也说出了同样的话，文革可能再次爆发，经济体制的改革付之一炬。然后刘梦熊说，须知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腐败，且是各领域包括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腐败的总根子。药方并不难开，他最终用了一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这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他提到了越南在推进这个革新开放，也跟美俄西方等个亚洲国家友好融洽，这就是样板。他说，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但是他最终跟我们一样，也是对共产党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愿不愿意做到这一点产生质疑。他说，问题是从井冈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路风尘一路歌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做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他最后用这个反问的句式来进行结尾，这当然是留了一点悬念，既表达出他的期待，同时也表达出他的质疑，甚至也有一种激将法的感觉。因为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曾经是红顶商人，曾经是共产党的座上宾，还跟习近平亲切握手过，那他就是一个共产党曾经信任过的人，一个体制内的人，一个了解共产党的人，所以他用这种激将法，实际上呢，就是告诉共产党的党中央，告诉习近平，你应该这么做，你不这么做的话就要完蛋。而且他说这个话不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代表的是整个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时期获得红利的既得利益。其实他们是现在共产党、现在习近平打击的对象，割韭菜的对象，但是他们恰恰又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招商引资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最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他的一张大字报打出去甚至连新加坡亲共的媒体联合早报来刊登，这说明这是一个共识。
新加坡人也看到了，也觉得刘梦熊讲的是对的。不光是新加坡人啊，全世界人可能都觉得刘梦熊讲的是对的，更不要说中共很多体制内的改革派、改良派、自由派。可是人民的声音，共产党什么时候听过？共产党只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行事，维持他的统治权力才是他的第一要务，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就算刘梦熊这样的人纷纷站出来去指责、去批评，甚至给出解决办法，但是共产党一句都不会听，甚至还会抓这样的人。任志强被抓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过去我们讲过，共产党越来越不在乎外界的看法了，他越来越我行我素了。特别是当习近平已经大权独揽、定于一尊之后，那么这样的文章，刘梦熊的这种言论只会被我看作是为已死的改革开放招魂。下一步，如果你不润，要不然同流合污，成为世界公敌，成为韭菜和炮灰，要不然就被共产党消灭掉。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